好，大家好，欢迎找到大妈的多重宇宙。今天呢，快速给大家分享一个高分漫画。漫画其实专门说的是日漫，也叫漫改啊。因为跟那个西方的讽刺漫画还有国漫，它是有严格区分的。那当然，我呢也是从海南摄影美出版社开始这个日漫或者漫画的这个历程的。91年也是从女神和圣斗士开始，同样七龙珠开始入坑乱马1/2更是收藏了整部，还有侠探韩雨良等等等等那一年真的是不对叫幸福并痛苦着，因为真的没有什么零花钱，完全靠是小伙伴大家相互去借书才续下来的。那推荐一个日本漫画相关的私人研究作品它叫《日本漫画杂志争霸史》，是由王兴喜，他是一位小说童话作者以及编剧。这个日本漫画也是跟我类似，完全私人兴趣。但是这一个争霸史呢，它实际上是在豆瓣读书。这个豆瓣阅读这一个小众的这个电子阅读平台上开始连载的，专述从46年到19年平成时代结束的时候，日本10余家漫画杂志的发展或者说争霸史。14年，它是在豆瓣电子书上开始连载，那连载到前天大前天5月30号呢，是达到124期，还在继续连载。其实他从14年到19年的连续连载到118期的时候，118期的时候呢，其实断更19年只更新了一个，20年2期22年就没有，到了23年他说蹦出来1期但是呢，他这个真的是对于这个漫画杂志的这个叫历史进展呢，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追踪或者说回溯。那过程当中呢，也对因为日本漫画它的这个创作场景实际上都是在杂志上发布出来，先发布杂志有了一定的销量和这个声望或者影响力之后，才发行单行本不像其他的这国家有可能是先单行本或者怎么地。那日本呢，一定所有杂志不是所有作品基本上你得要先经过各大漫画杂志的检验，才可能发行单行本。所以日本漫画杂志的变更或者说争霸史，基本上就把那个历史上所有就关键性的这个作品的变更也都连带的说出来了当然这个里头有一些作品是连带不上，比如说小众的比如说今天推荐的一部那什么是漫画或者是日本漫画呢？那漫画有一种说法叫万画，它呢是石森章太郎先生提出来的。那他呢是假面骑士排球女将纯以及好多这个原创性的这个大系列的这个开创者，跟那个手冢治虫不相上下的这个漫画大师。他呢在一次访谈中说，什么是漫画？漫画就是万事万物皆可画的万画所以叫万画。那么我呢是很认同这种定义，因为日本漫画日漫和其他的漫画不一样它的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倾向性，虽然有被分类成少女漫画少年漫画等等等等，但是它真的是什么都敢说，而且说的都能把它推到一种极致。那我为什么突然想起来，或者说敢于向大家推荐好漫画呢？至少是我的阅历足够那个日漫月龄有32年以上了91年开始收藏，家里头收藏实体书142套以上，电子书呢更是高达200G以上还在继续收藏那么为什么要分享？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好东西就应该分享，就这么简单因为想一想，之前总觉得这种东西很小众，但是回头看一看，到我这个年龄，就是马上快50的年龄，还在打游戏，对吧？还在这看漫画，或者说还在折腾其他小朋友们还在折腾东西的成年人大有人在。那所以一定好东西值得给大家分享。那么好漫画总不能说是空口白牙说我看得多，所以我觉得好就是好，这也不是。我挑的呢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呢是套用读库这是另外一套中国大陆06年开始连续出版的这个叫
MOOC 啊，就是杂志书，他提出来呢就是好文章啊，至少要有趣、有料、有种啊，这3个品格至少都得有，这才能算得上好。那么空挺 Dragons 啊，它是桑原泰矩。那我拿到的这个中文啊中译版的单行本是发行到第9册，日文版应该还得继续。它有趣的点呢，就是首先呢，龙一般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传说呀、影视啊、图书啊，还有小说，还有对啊，它都是一种魔法生物啊，这个很强大的，基本上是出来就逮谁灭谁的。但是在空挺这个里头，它变成一种自然的这个叫资源啊，是可以食用的。里头甚至于每一本吧，每一本后面至少后面夹杂了2个以上的这种虚拟的这个叫配方啊，食谱啊，看起来也很诱人。有料呢，就是画工真的是很厉害，可以看到它这个出版的时候，反正也是过了10年之后了，但是没有用电脑技术，也没有大量的这个就是用那种叫网点纸进行拼贴，而是真的是就是靠那所谓的记笔，就是钢笔画技法啊，把这个多种多样的这航空器以及这个浮空器，它不是航空，浮空啊，主要还是靠这个一些氢气体把它这个浮上去，所以叫空艇。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像鱼、像鸟啊、像虫子呀、像鱼啊、像鱼多一些的这些龙给描绘出来。有种就是它的这个想象力真的是到了一定水平了。比如说这一种，这是从下往上看，就是这种它也算龙啊，就是巨大这个有浮空能力的生物全归为龙。那这种呢是它把自己藏在将近叫什么5到10公里的这个巨大云团当中啊，你就想想它藏在自己能制造出来的龙卷风当中。那它呢，如果到上面去看是这样的，就类似于浮空的这个捕龙草啊，它中央的那个有很多触须，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酸液池啊。那么就等于说啥呢？它 OK 那个眼睛啊是有待会儿是这个眼睛啊是有一定的催眠能力的。那么有一些不懂行的，或者说那个叫什么比较冲动的那个年轻的龙啊，就会上来，而且被香气啊什么东西吸引过来，拽到里头去给它消化掉。那整体也是一样，它那个很大的体积，大多数都是这个空心儿，里头是浮空的啊。好像有一部国外最近的那个科幻电影也是类似啊，但是这个肯定比那个概念提出来的早，这个连载的很早啊。但快感，阅读快感最大的地方是感觉它是没有废话啊！一上来除了这些明快的钢笔技法之外呢，分镜呢就已经非常非常流畅，这是一些基本功。但它的这个世界设定呢非常完备，就是一上来前1、2小节，基本上单行本大概是10到20节，快的话小到20节，一般就10节左右，每一节就是16幅。大概是这样的啊，10到16幅左右啊，就是10页左右，它就完成一段小故事、小高潮。但是在头一节里头，基本上把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世界背景、主要冲突就给你交代清楚了。所以这样你可以快速带入进去，开始憧憬啊。假设我在这个这个叫空挺团中啊，怎么样去叫融入集体啊，可以吃龙肉啊，等等等等。真正的触动点在哪呢？看屌就是一个，最大触动，它其实可以认为它是 Laputa 啊，就是这个空中之城、天空之城的平行世界，就是它的这个世界这个政治格局啊、技术水平啊，基本差不多。只不过是把空贼变成了空挺团啊，那个是空贼呢，就是说 ，OK 海盗，它里头叫海盗，就是去抢劫那些这个叫飞船的这些人，但是这个空挺团呢，它就变成了跟以前的捕鲸船一样，它变成捕龙艇啊，以及那么真正发生的技巧都是非常熟悉的，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想象的，它的装备的竞争啊、技巧竞争啊、市场竞争比如说你这个人都各有各的这个背景，因为各种各样情况才加入了这种要长期飞在天上可能不着地的这种生活。
那么又被这个地面上的这些这个叫独立的这个城市又是畏惧又是抗拒，同时呢又希望他们来，因为龙全身上下都是很珍贵的这个工业用品就跟我们当年捕鲸一模一样的，等等等等。好，那么他在哪看呢？好，那我这里先给大家承诺一下假设我这个大妈的多重宇宙订阅量超过100时候呢，我就直接公开。但是让大家急着想看它这个版本的话，也可以给我发邮件就是也是一样，跟我的这个频道一样的 Chaos 42大妈然后是一个谷歌 Groups 的一个列表，但这列表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往里头发邮件就 OK 了。OK，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很快说完那我这呢是幻灯，也是在线，可以随时看就是假设我公开的时候，也可以从这里头去点击去看不是点击去看，这里点不了，视频里头点不了，我到时候想想看，把这链接能放视频当中变成一个块那这就是在这在这是个链接，实际上是也迭代了好几次。那我定的这个频道呢是大妈的多重宇宙Chaos 42大妈，主要呢是从书很多时候会从书切入进去，那么也会说一些人生调试方面的这个技巧。那主要的核心志趣，我的这个兴趣呢还是科幻写作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但是分享给大家呢，都是尽可能挑选5年之内也不会过期的这个好内容比如说今天这本书，它已经出版了好多年了但是看看还是真的非常过瘾。OK， 以上今天先说这么多，好，拜拜。